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故事从西安博物院的这件藏品说起，它像是一节大管子，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没有名牌也没有说明。2006年出土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被埋在地下，3个一组叠成一个品字，还有这样的直角拐弯，估计是废弃的下水管道吧。但不对啊，这里一直没有被开发过，是一个文物保护点，是秦朝阿房宫的遗址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？即使再大胆的考古学家也不敢给他写上秦朝下水道的标签，就让他躺在角落里继续自说自话吧。鬼知道当年修阿房宫的时候，秦朝人把他埋到地下做什么。故事还没有完，如果你从西安出来往东来到南阳市的伏牛山那一带，当地人请你喝酒，你跟他们吹牛说秦朝下水道，那么他们将给你讲一个更夸张的故事，南阳高铁网。他们会说前几年考古队挖到了木头，2根非常粗笔直的平行排列，还有一些已经腐烂掉的短木头横在中间，就跟现在的铁路一样。还说专门测算过轨道的宽度正好符合秦朝的车轴距离，整木的间距也正好符合秦马的步长，马在轨道上一旦跑起来就停不下来，必须1丈6、1丈6的飞奔，所以叫驰道。这个传说太神了，秦朝人到底有没有能力建造下水道和高铁网？整个大秦帝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。时间回到2000年，在秦始皇陵封土的山脚下，段队长他们挖开了6座奇怪的陪葬坑，坑里出土了8尊从来没人见过的兵马俑，他们表情严肃，双手拢在袖子里，戴着长板官帽，穿着长袍和长裤。这种姿势、衣着、神态和已知的兵马俑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他们离秦始皇的地宫只有几百米，外面那些兵马俑呢，离地宫有1.5公里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离秦始皇这么近？段队长决定破解他们的身份。首先发现的细节是他们的袖口上有一个方形的空洞，在2个手交叉的位置上，看来他们手里是拿着东西的。继续发现，果然在他们身边挖出了青铜钺，钺是一种斧头，在秦朝主要是刑具，有点像现在法官手里那只法锤的感觉，象征着秦朝法律的威严。所以他们是秦朝法官吗？但是按理说法官的地位应该很高，他们戴的是长板官帽，只相当于7、8级爵位，秦朝有20级爵位，怎么看他们都只像是基层的官吏。继续破解，段队长从他们的衣带扣上面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原来有这样2个小物件，一个像钥匙，一个像钥匙扣。秦朝人都这么潮的吗？专家们说了，不，这不是钥匙扣，这2个东西叫做刀削和底石。当时人写字是写在竹简上的，如果写错了就要用刀削把错字刮掉，而底石呢是用来磨刀的工具。正所谓萧何刀笔逆，樊哙狗屠背。看来当年的汉丞相萧何在跟着刘邦造反之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，典型的刀笔逆。刀笔逆是维护帝国机器运营的小官，看来他们不是法官，而是司法部门的文官，负责执行法律。看来在秦始皇眼里，司法部门离自己只有几百米，而帝国的战争机器兵马俑最好和自己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有了这个发现，专家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秦朝法律，也许这也是破解兵马俑谜团的另一个入口。在一本有关秦朝法律的古籍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在战争当中呢，长官可以组建一种叫做县队之士的敢死队，每队18人，如果一队杀掉了5个敌人，那么所有队员全部获得1级爵位。如果不幸战死，那么爵位可以被家人继承。如果冲锋时退缩，那么就要在1000万人的围观之下被实施最羞辱的刑罚。秦朝一共有20级爵位，每升1级，家人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、住宅和折算成粮食的工资。基本上1级爵位就可以请得起仆人了，2级爵就可以让父母衣食无忧了，3级爵叔叔大爷侄子侄女的生活都有着落了。爵位还可以用来抵罪，比如妻子是奴隶，1级爵就可以让妻子恢复平民身份，
而获得爵位呢并不难，只要你是秦国人，人人有份，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就可以升一级。所以考古学家们推断，兵马俑当中有这样一群不穿护甲的士兵，他们可能就是被选中的献队之士，他们似乎一点儿也不难过。专家们也估计，在秦军当中当敢死队搞不好是需要走后门的，因为18:5这个数据很好完成啊。于是在冲锋的时候，他们都想着赶紧拿人头，反而是那些护甲影响了行动，成了烦人的东西。那专家这种推断正确吗？果然《战国策》上面又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说客张仪来见韩国国王，他说：王，你们的百姓都在啃树皮了，军队士气也低，只敢躲在要塞里，根本不敢出来野战。而我们秦国100万大军，一听说要打仗，一个个都高兴得要死，跑着跳着要上前线，帽子都不戴，在战场上连甲胄都扔了。他们一个个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这可都是他们回去换爵位的凭证啊！你们的士兵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跑得漫山遍野。所以你准备怎么打？以卵击石吗？好好考虑一下，赶紧脱离6国联盟，给秦国当小弟，秦王饶你一命。果然韩国国王从了张仪。看来这些描述并不夸张，和兵马俑坑里挖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。为什么兵马俑都不戴头盔？为什么他们的武器精良却没有护甲？因为那几尊文官俑告诉了我们答案：秦法，这才是离秦始皇最近的东西。有了秦法，贪生怕死的村民也能立刻变成战场抓鸡的猛士。但是这就是秦法的终点了吗？显然兵马俑坑里还有更多细节。1999年，段队长他们从兵马俑2号坑当中挖出了一尊诡异的绿面俑，是工匠色盲涂错了颜色吗？还是故意恶作剧？秦法摆在那儿了，这不可能是失误，而是写实。那究竟为什么要把脸涂成绿色呢？至今这都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但是如果从秦法的角度来看，这背后可能和一种失传的战法有关。这尊绿面俑可能来自吴越，叫做罗，它是一种比献队之士更加惊悚的敢死队。故事大概是这样的。这年吴王阖闾刚刚攻灭楚国，越王勾践就从身后来告突袭。吴越大军在一个叫做醉里的地方遭遇，双方都是狠角色，见面就贴身肉搏。眼看着越国快招架不住了，勾践祭出了手中的王牌罗人敢死队。这支敢死队分成3排，走到最前面，然后开始跳舞，接着是互相跪拜，有说有笑，就像演话剧一样，把吴军都看乐了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突然第一排敢死队往前一扑，大叫着就像在放魔法，然后全部自杀，把自己变成了祭品。吴军有点懵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第2排又上来了，继续放魔法，同样也全部自杀。然后是第3排也开始了，行为和前2排一模一样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勾践亲自擂响了战鼓，越国人用带毒的刀剑和吴国人搏杀，贴到吴军阵中，吴军大乱，就连吴王阖闾都被毒箭射中了脚趾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下一个上台的吴王就是阖闾的儿子夫差。夫差搞了间破茅房，卧薪3年，终于报了杀父之仇，还把勾践抓过来尝胆。这就是卧薪尝胆的前传故事。所以这个奇怪的罗人战法是否真的和兵马俑坑里面的绿面俑有关呢？专家们推断，罗人战法可能也流传到了秦军内部，而罗人做法的时候呢，必须用自己人的人生。但是在一支思维正常的军队当中，真的有人愿意去充当那个牺牲品吗？考虑到18:5的献队之士，也许这个绿面陶俑就是被选中的牺牲。从眼神当中看不出来恐惧和悲伤，反而充满了希望。可能他老家正有一个身为奴隶的妻子，或者正有一个在骊山修建陵墓的父亲，他马上就可以获得1级爵位了。对他来说虽然带不走了，但他的父亲妻子可能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吧。实在太残酷了，我们别瞎猜了，还是看点别的细节。1974年，考古学家从兵马俑坑当中挖出了货真价实的马其顿方阵。西方历史学家们一直都在传说，亚历山大手下最厉害的阵法
就是举着7米长矛的马其顿方阵，方阵绝不退缩，像一座山一样的逼近敌人。这种战法虽然无敌，但最大的缺点就是阵型。如果一个长矛手贪生怕死，那么就可能导致整个方阵的崩溃。在方阵前进当中，如果有队友倒下了，立刻会有另一个队友填补上去。所以西方专家们都在猜测，方阵成员应该都是贵族子弟，是荣誉感支撑着他们向前走。但是一切有关马其顿方阵的考古，除了零星的记载和残破的壁画，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更多的东西。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往前走呢？这个问题我们竟然从兵马俑坑当中挖出了答案。当时考古学家从一个矛头的旁边清理出一段 6.3 米长的矛柄的遗骸，这比正常人的身高高出了要3倍多，很难用来单兵作战的，显然是方阵武器。向前的长矛刺杀敌人，向上的长矛为整个方阵格挡弓箭，而这不正是西方传说中的马其顿方阵吗？只不过他们是壁画和传说，我们是文物和陶俑。再想想冷酷的秦法，似乎一切都很合理。秦军不需要什么贵族精神，也不需要什么把生命交给队友的信任，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爵位。想到家里的老婆父母，谁又会退缩了？这就是那8尊文官俑的恐怖，正是他们在执行着秦法，让100万秦军变成一个个不知道生死的战争齿轮。而供养这些齿轮运转的帝国机器，在后方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1970年代，考古队从兵马俑坑当中挖出了23件带铭文的兵器。专家说，这叫做物勒公民，是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在《吕氏春秋》上记载的一种法律制度。书上说，物勒公民是为了日后追责，如果这件兵器在战场上折断了，那么就会按照铭文追查下来，惩办工匠。但是这个物勒公民的制度究竟怎么执行？是每个工匠刻一个自己的名字吗？那万一想陷害谁，偷偷刻一个别人的名字怎么办呢？古书上并没有细说，但直到兵马俑坑里挖出了物勒公民的实物，所有问题才恍然大悟。比如这件戈上面就刻着一个4级金字塔，第1级叫做相邦吕不韦，原来丞相是第一负责人，兵器断了先拿他试问。第2级叫做士工泽，也就是一个叫做泽的兵工厂厂长，估计他一家老小的性命都压在这上面，他是绝对不敢马虎的。第3级叫做程义，一个叫做义的车间主任。第4级叫做工程，一个叫做程的工人，兵器就是他亲手打造的。这样管理下来，一级压一级，谁也逃不了，就连丞相也别想弄虚作假。另外，兵器上还刻着出厂年份，估计年份和损毁率也都是考核指标，相当的细致。这也许就破解了我们上期有关武器制造的谜团，为什么每一道打磨的痕迹都像机械加工的一样？看来每一件作品上面都有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的身家性命，谁又敢一不小心呢？考古队在铭文上发现了一个叫做调的工匠，连续干了19年，真的是不简单呢。继续挖掘，一个比兵工厂更宏伟的帝国机器也渐渐浮出了水面。时间回到1975年，湖北省的云梦县，考古队挖开了好几座秦国人的墓穴，这里面出土了2块叫做黑夫木牍的竹简，竹简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原来墓主人叫做钟，钟有2个弟弟，叫做黑夫和金。钟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家人，2个弟弟在战场上当兵。第一片竹简是黑夫写来的家信，上面说，家里老母亲还好吗？我们哥俩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前几天部队有任务，和金分开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已经会合了。部队马上就要攻打淮阳了，不知道啥时候能打完。我们穿的还是冬天的衣服，荷兰这边夏天可热了，让母亲寄点夏天的衣服过来，要是布很贵，就寄点钱过来也可以，我们这边自己买布做。一定记得回信啊，我们哥俩在战场上肯定能给家里争到爵位，放心吧。第2篇竹简是金写给大哥的，信里说，母亲身体可好？我们在军队里又没钱了，赶紧寄500-600钱过来，衣服也需要，我们还借了别人的钱，再不还真的要完蛋了。另外，自己刚刚结婚的媳妇儿可好啊？千万别到处乱跑啊！听说新地来了一伙强盗，
你们也别往新地那边去了，落款急急急。看来秦军打仗是没有军饷的，连军装也是要自己想办法的，国家只提供口粮和武器，这可能也是他们为什么不穿铠甲的一个原因吧。士兵们更像是一个到前线打工的老百姓，只要挣到1级爵位，家里人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。那黑夫和金到最后挣到爵位了吗？考古学家们分析，信件是在大哥中的墓穴当中发现的，而且是墓穴当中很重要的位置。那什么情况下会带着书信下葬呢？也许是一种怀念吧。很可能黑夫和金挣到了爵位，家里人过上了优质的生活，哥哥中野才能被有模有样的下葬。但是这也可能是两兄弟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爵位，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哥哥才要带着他俩的书信下葬。也许哥哥去世的时候，黑夫和金还在前线没有返回吧，这也可能是一种思念。总之，这就是帝国机器，前线在战争，后方在耕种。帝国里除了战士就是农民，古人把这种模式叫做耕战。而在耕战大军中间呢，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另一批正在疯狂运转的帝国机器。上期我们聊了强弩在前先割在后的故事，战胜匈奴真的是用强弩和先割吗？显然史记当中还讲了另一个故事，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准备把匈奴也灭了，丞相李斯反对，说匈奴和六国不一样，没有城池，怎么灭得了？打了就跑，我们能追出去多远？到时候战线一长，粮食的运输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啊！秦始皇不听，还是派军队攻打匈奴。果然打到河套以北就是大漠了，根本没有粮食，所有军粮全部从山东运过来，一路上要2次穿越太行山，3次渡过黄河。出发的时候192担粮食，运到地方只剩下1担。而即使是这种消耗战，秦始皇也要打下去，还要让大军在北方修筑长城，和匈奴一直耗下去。因为他有一个更大胆的构想，那就是修建一条东方大道连接咸阳和山东，再修建一条北方干线连接前线和首都。通往山东的那条叫做驰道，马匹必须能够在上面飞驰；通往前线的那条叫做直道，必须100%笔直，缩短运输距离。所以驰道真的是轨道吗？这段大路已经被反反复复修整了2000多年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在发现更多证据之前，我们只能用伏牛山的传说去幻想。但是通往内蒙古的直道一直到今天都还看得到路基，这真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道。从咸阳到九原，逢山开路，遇谷填平，真的是一条高出地面1米多的高速公路。很多路段到现在都还可以行驶汽车，一共700多公里。即使是穿越海拔1800多米的植物力，也没有绕路。先不说这些路基上到底有没有轨道，光是这些路基就要消耗多少劳动力。而驰道和直道以外，还修建了一条从辽东一直通往甘肃的万里长城，是在山脊上修建的城防系统。连司马迁当年实地考察以后都说，这简直太不看重老百姓了。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是尽头了吗？很显然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小部分而已。北方的运粮车队在飞驰，同时南方的50万大军正在征服百越。那这边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？总不能真的用天顶星科技再修一条南方直道吧？秦始皇说，修不了直道，还可以修运河。我们把黄河、长江、珠江3大水系全部连起来，用船运输。于是只花了2年时间，就挖通了一条连通3大水系的运河灵渠。灵渠到今天都还在工作，是一条故意被挖得弯弯曲曲的大运河。为什么修路那么笔直，反而挖运河挖得弯弯曲曲了？原来湘水和丽水这一段距离只有33公里，但垂直落差有几百米。如果直上直下，那就不是运河，而是水上过山车。所以工人们在大山当中弯弯曲曲的挖运河，用长度换高度，换出一条缓缓下落的长河。其实灵渠也只是秦朝水利工程里面排名第3的那个，前面还有250多公里的郑国渠
和把整个四川盆地都灌溉掉的都江堰。郑国渠本来是韩国当年的间谍行为，眼看着秦国势不可挡，韩国就派出了一个叫做郑国的间谍去忽悠秦始皇，让他挖一条沟通金水和洛水的大运河，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关中平原变成大粮仓。但是这条运河的工程量太大了，按韩国人的理解，每个180年秦国人是挖不完的，这样消耗秦国国力去挖运河，也就没工夫攻打韩国了。但结果呢？没想到运河挖到一半，郑国的间谍身份被揭穿了，秦朝人都要法办郑国，而秦始皇却说让他挖。韩国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几年以后郑国渠真的挖通了，关中大粮仓真的建成了，这让秦国的虎狼军队也吃得饱饱的，直接撵过来，第一个灭掉了韩国。都江堰就更神奇了，到今天都还在工作。据说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第一大奇迹工程，它并没有坝，但把整个四川的洪水全部给治理了。这背后的黑科技我们有机会再细说。基建还没有结束，从咸阳出发，还有一条翻越秦岭和蜀山的无耻道，这是在山崖上开凿的栈道，从咸阳一直通往云南。还有一条滨海大道，从辽宁一直到浙江，环绕半个中国的海岸线，以及一条从湖北直达广东的新道，等等等等。有人推算过，这是一张全长9000公里的国道网络。既然道路都这么夸张了，那车辆技术又如何呢？前面我们聊过秦始皇铜车马的黑科技，其实还有2个细节需要补充。第一，我们会发现它的车轮中间有一个凸出来的长管子，这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润滑装置，里面装满了动物的油脂。第2个细节就是系架马匹的方式，这个我们其实很难发现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马车就是这么系架的。但是要是你看看同时期欧洲系架方式，你就立刻懂了，完全不一样啊！他们是把缰绳勒在马嘴和马脖子上，感觉马很痛苦，车还特别小。显然这种系架方式严重影响了马匹的呼吸，而秦朝人的系架方式让马的胸肌和肩胛骨发力，呼吸顺畅。测试以后发现呢，2匹同样的马采用秦朝的系架方式可以拉 1.5 吨的重量，而采用欧洲的系架方式只能拉 0.5 吨的重量。另外，兵马俑坑里面的人俑虽然跟真人一样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但马匹怎么都是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？怎么全都是1.3米4的高度啊？是工匠们偷懒的吗？很显然这也是一个细节，因为史书当中记载，秦朝人的养马技术那都是祖传的信仰，而这种祖传信仰具体下来反映到马匹身上，有一个指标是这样的：马匹身高必须都是5尺8寸，正好折合1.34米。原来马匹也是一种标准化的工具，同样的身高，同样的步长，也就能实现更统一的运输和战争标准。另外，秦国人的墓穴当中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4轮车，到今天都可以自由行驶。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双元车，和今天的马车、驴车一模一样。这种双元系架的方式更加高效，1匹马就可以拿着你满山跑。而且这辆双元车的模型还是在一个普通的秦国人的墓穴里发现的，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双元车已经在秦国普及了。故事回到那8000尊没有戴头盔的兵马俑，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秦朝人，有前面梳着发髻的强弩手，专家们说这个发型可能代表他们拥有1级爵位，也有大面积戴着皮帽的步兵方阵，他们可能是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，还有戴着牛皮板帽的战车司机，他们可能是统帅一辆战车，拥有3级爵位的基层指战员。在纵队里面有这样一尊戴着官帽按着军刀的武士，他的铠甲最细致，胸口和背后还有花节，这些花节可能就和今天的军衔是一样的，用来识别等级。难道秦朝已经有和现代一样的军衔管理模式了吗？专家们暂时还不敢确定，只是考证出来他应该是一名都尉，大概有7、8级爵位。这些线队兵、强弩手、战车手、都尉组成的兵马俑，而我们通过破解秦朝法律背后的故事，
也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声势。他们在前线打仗，家人们在后方耕作，还有大批的劳役、工匠和罪犯在兵工厂、在运输队、在大工地上劳动着。他们的爵位可能会让某位还是奴隶的家人摆脱被累死的命运，也可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他们没有军饷，只想着赶紧挣到爵位。看到最后，你还会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细节，那就是他们每个人的小肚子都是微微鼓起的。专家说，这可能说明他们都有长期饮酒的习惯。也许每当大战之前，军队就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酒精，让他们进入一种更加亢奋的状态，忘掉生死，脱掉盔甲，像虎狼一样的冲过去。他们眼前也不再是敌军，而是房子、车子、土地和光明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夫人说，原来你在讲2000年前的鱿鱼游戏。